二类牙膏被列入致癌黑名单，长期用或有致癌风险。告诉你真相，陈先生自去年开始就陆续出现嗳气、胀气、没胃口等症状，经检查很快就确诊了感染幽门螺旋杆菌，吃药吃了大半年，情况有了一点好转。前段时间和朋友聊起这个事情，听说现在有牙膏就可以治疗，而且价格优惠，很多人用过，效果都不错。于是他也心动的下单了一支回家用。牙膏用了1个多月，想着幽门螺杆菌应该少了很多，然而复诊的时候结果却截然相反。他很疑惑，牙膏不是有治疗功效，怎么越刷感染越严重了？什么牙膏能治病？听听专家怎么说。上个月，江苏省消保委公开了关于牙膏市场的调查结果，发现很多消字号、谢字号牙膏产品在宣传中经常标榜不实的医疗效果，诱导消费者购买。对此，中国口腔用品协会强调，凡是消字号、谐字号、药字号口腔产品，标注有医疗作用的，都属于违反法规行为。比如市面上常见的牙膏功效防蛀牙，也是常用手段。如果对蛀牙有了解的朋友，应该就知道，蛀牙的出现主要是因为细菌感染，导致牙体受侵蚀的一个慢性过程。而且牙体一旦损耗，就无法自我修复，只能靠专业的补牙填充材料进行修复。刷牙最多能预防蛀牙，而不是治疗蛀牙。还有一种说法是牙膏能抗幽门螺旋杆菌，其实这种细菌主要存在人体胃部，牙膏刷牙只作用于口腔。可能有人说口腔内也有一定的幽门螺旋杆菌存在，但别忘了，口腔也是多种菌群共存的综合环境。而所谓的抗菌牙膏，往往添加了广谱抑菌剂，长期使用可能导致口腔内菌群紊乱，得不偿失。牙膏成分致癌，有科学依据吗？此前，网上盛传牙膏中含有致癌成分，搞得人人自危，但这些成分真的有致癌风险吗？其实还真不一定。过氧化氢这种成分是常见的漂白剂，被常用于美白牙膏中，认为可以通过刷牙把牙变白。后来又研究发现，过氧化氢也会对口腔黏膜产生致癌效应。但任何东西只要适量原则，其实也不会产生太大损害。而且牙膏中添加的过氧化氢往往很少，就算每天使用，也不会穿过人体的防御机制。更不用说毒性。微塑料，都说牙膏中添加了微塑料，认为塑料残留会损伤口腔黏膜，长期下来容易产生持续性伤害，增加致癌风险。但实际上，这些直径5毫米的塑料颗粒主要的作用其实是为了增加刷牙时的摩擦力，帮助去除牙齿上的污垢和色素，而且这种成分还不止添加在牙膏中，很多化妆品也会使用这种成分，用来增加产品的粘稠度和质感。甚至人体中也会产生这种微塑料颗粒。尽管如此，还是有一些牙膏可能存在一定健康风险。三氯生，含三氯生的牙膏，比如市面上常见的抗菌、防蛀等牙膏，大多含有此成分。根据研究发现，三氯生是有一定致癌风险。在动物实验中，还可以观察到三氯生对结肠炎症和相关结肠肿瘤的不利影响。加上三氯生如果喝含氯的自来水反应后，可能会产生氯仿，增加肝癌风致病风险。根据我国国家标准牙膏用原料规范 GB 22115，对牙膏使用三氯生成分规定用量不得超过 0.30%。二氧化钛这种成分多以食品添加剂出现，按标准添加一般不会产生太大损害。根据牙膏用原料规范 GB 22115中标准规定，牙膏中的二氧化钛最大历史使用量为 2.0%。刷牙不刷到这个关键地方等于白刷。除了牙膏，刷牙也有技巧，但事实上很多人刷牙方法都忽视了一些关键区域，比如牙齿和牙龈相接的区域最容易藏污纳垢，不注意清洁，容易软垢堆积，滋生牙结石，长此以往，牙菌斑不断侵蚀，牙齿容易出现蛀牙、牙周病、牙龈出血、萎缩，甚至掉牙等风险。此外，还有很多习以为常的刷牙习惯可能也存在误区，平常生活里也要多多注意。刷牙时间并不是越长越好，很多人以为刷牙时间越长，清洁的程度越高，但刷牙并不是量越大越好的事情。相反，刷牙超过5分钟就可能刺激口腔组织，
导致牙釉质损伤甚至形成稀缺。一般建议刷牙时长在2到3分钟为宜。2、挑选牙刷有硬性指标。哈尔滨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冯建桥教授表示，刷牙的牙刷也有要求，想要刷得干净，牙刷要挑选小刷头，刷毛长度是2颗门牙的1到1.2倍，高度和门牙高度差不多。刷毛硬度不宜太硬，也不宜太软，用刷毛轻按手背，来回轻蹭，感觉不会不舒服。3、有牙就要坚持刷牙。有些老人上年纪后，因为缺失了很多牙，早早戴上了假牙，对待刷牙这件事就不认真了，甚至有些牙都不刷，直接漱口，其实这样也是不对的。虽然牙没了，但牙龈、牙槽骨还在，还是需要保护好我们的口腔环境卫生。建议可以餐后用细软牙刷轻轻刷洗和按摩牙龈，减少口腔细菌滋生。总的来说，刷牙不仅是保护牙齿健康的重要手段，也是预防口腔问题的重要一步。日常注意餐后刷牙、漱口，避免食物残渣滋生细菌。叶酸保护口腔卫生健康的关键。4、牙膏中的其他成分及其影响。除了前文提及的成分，牙膏中还包含许多其他成分，它们各有不同的作用和潜在影响。氟化物，氟化物是防蛀牙膏中最常见的成分之一，它有助于加强牙齿表面，使之对酸的侵蚀更为抵抗。尽管氟化物对牙齿健康至关重要，过量摄入氟化物，尤其是在儿童中，可能导致氟斑牙，这是牙齿表面出现的白色斑点。硅胶，硅胶是一种磨料，常用于牙膏中，帮助去除牙齿表面的污渍。虽然它有效于清洁，但过硬的磨料可能对牙釉质和牙龈造成损伤。甜味剂，为了改善口感，许多牙膏添加了甜味剂，如山梨醇或木糖醇。这些成分不仅提供甜味，还有助于抑制口腔内细菌的生长，从而减少蛀牙的风险。防腐剂，为防止产品变质，牙膏中常添加防腐剂。尽管它们是必须的，某些防腐剂如对羟基苯甲酸酯可能引起皮肤敏感或其他不良反应。5、口腔卫生的重要性和正确方法。保持良好的口腔卫生不仅能保护牙齿，还能影响整体健康。研究显示，口腔健康与多种系统性疾病如心脏病、糖尿病和其他炎症性疾病之间存在关联。正确的刷牙技巧，使用合适的刷牙力度，过强或过弱都可能不利于牙齿健康。使用45度角轻轻刷洗牙齿和牙龈边缘，确保刷到每一个角落。使用牙线，牙线能够清除牙齿间隙中的食物残渣和牙菌斑，这是刷牙难以触及的区域。每天使用牙线是预防牙周病和牙龈炎的有效方法。定期口腔检查，建议每半年进行一次口腔健康检查，以早期发现并处理蛀牙、牙龈疾病等问题。6、消费者如何选择合适的牙膏？在选择牙膏时，消费者应考虑以下几个方面：了解成分，阅读成分标签，避免使用含有潜在有害物质的牙膏；考虑健康状况，如有特殊口腔问题，如敏感牙龈、牙周病等，应选择专门针对这些问题的牙膏。咨询专业人士，在选择牙膏或其他口腔护理产品前，最好咨询牙医的建议。7、误区与建议。在日常生活中，关于口腔卫生存在许多误区，例如，有些人认为只要使用了抗菌牙膏就可以不用牙线，这是不正确的。牙线的使用对于清除牙缝中的食物残渣和牙菌斑至关重要，不能被忽视。此外，有些人认为只要刷牙时间足够长，就能彻底清洁牙齿。然而，正确的刷牙方法比刷牙时间更为重要。正确的刷牙方法可以有效清除牙菌斑，而不损伤牙釉质或牙龈。总之，选择合适的牙膏和采用正确的口腔卫生习惯，对维护口腔健康至关重要。通过科学的方法选择和使用牙膏，配合正确的刷牙技巧和定期的口腔检查，可以有效保护牙齿和整体健康。